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农哥，今天跟大家分享本周的强度排行榜，也就是这个版本最终答案。明天就要出新的卡包、新的环境了，所以今天就是这个版本的真正最终排行榜。在这个版本环境，最多人使用的牌组是双神蒂亚卢卡和阿尔宙斯，再来的是战锤龙和路卡利欧，第三个多人玩的是极冻鸟。在本周1200人比赛的冠军是战锤龙路卡利欧，第二名是暴鲤龙起源帕路，第三名是双神蒂亚卢卡阿尔宙斯。首先我们先来看牌组本身非常的强势，但是玩的玩家非常的少。首先第一套达克莱伊自爆此怪四面龙，相信大家对这套牌组都不陌生哈。第二套是叉字符达克莱伊阿尔宙斯，再来的是喷火龙火焰鸟，最后一套椰蛋树史拉比。这四套牌组跟上一周是一模一样的，有兴趣的朋友们呢也是可以玩一下哈。本周依旧是没有 T0 牌组哈。接下来 T1 牌组第一套也是当下环境最高胜率的一套牌组。帕路奇亚，这里呢只带了2张的帕路，斗篷和头盔各2张，2张的小霞和2张的猪背，2张的次日，纳兹跟板木是各带1张，还带了2瓶的伤药。那这一套呢，只要顺起来的话，或者是说前期小霞直接人品爆发呢，会非常的强哦。帕路4颗能量可以打150，那又可以打后面20的，只要呢后面有受伤，他又可以用次日把它抓出来。这个版本呢又多了猪背，可以帮水系的牌组回血，水系是加强了非常多。所以呢，会有非常多的水系牌组，帕路是最高胜率的一套哦。接下来的第二套极冻鸟，极冻鸟是第2高的胜率，它这里带的牌呢跟帕路奇亚是差不多一样的，蛮接近的。极冻鸟它3颗能量可以打80，然后呢后面中10嘛，它是不需要丢这个能量的。帕路呢它是需要丢3颗能量嘛。所以只要你有3颗能量给极冻鸟，其实极冻鸟就可以每个回合都可以造成这个80点的伤害，是没有空窗期的哦。它的优势还是蛮强的，再加上现在又有道具提高他们的血量上限，猪背可以帮他们回血，整体的表现还是非常的强势的哦。接下来的第3套是双神阿尔宙斯蒂亚卢卡梦幻，还带了1张的谢米。这套牌组也是最多人使用的一套，带了2张的叶子，方便阿尔宙斯和蒂亚卢卡撤退。2张板木是要弥补伤害不足的问题。梦幻如果是复制到对方的阿尔宙斯，那它可以打130嘛，那再加上板木呢就打140，就可以刚好把对方的阿尔宙斯给秒掉哈。再来的是尖牙龙椰蛋树阿尔宙斯，这套牌组的胜率呢也是非常的高。只是鱼玩的玩家比较少，前期尖牙龙1颗能量就可以打50点伤害，这个还是非常的优势的哈。椰蛋树本身它先手也是有先手的优势的，它先手呢可以先下蛋蛋，下个回合就进化，1颗能量就有机会打出80点的伤害。它的机体也非常好，有160的血量哈。再加上斗篷呢是180，我们这里还带了2张的力加，可以提高它的生存能力哦。椰蛋树是能扛能打，非常的强。再来的是战锤龙路卡利欧素材怪马夏多和快拳狼，上一周是带斗篷的，这一周是换成了快拳狼哦。如果你起手你遇到的不是 ES 宝可梦的话呢，快拳狼的伤害可能是比较好的。那素材怪呢专门来打 ES 宝可梦的，尤其是对付现在的阿尔宙斯哦，它的强势就非常的大。那只要战锤龙出来了，还是有机会呢，是可以把对方给一波带走的哦。毕竟1颗能量可以打130嘛，再多一个路卡利欧就是打150的，非常的强大哈。这套牌组，这套牌组呢也是有拿过冠军的。接下来的就是没有小霞的暴鲤龙啊，这里是带了2组的暴鲤龙，2张起源帕路，还有2张的马纳菲啊。这套牌组呢，之前在直播就跟大家分享过了哈。在本周1200人的比赛里面呢，他获得了亚军啊，成绩非常的不错，非常的亮眼哦。这里再次证明了暴鲤龙不一定要依靠小霞。那当然呢，如果你小霞人品爆发呢，其实暴鲤龙呢可以更早的出来，也是非常的强大的。暴鲤龙没出来那么快的话呢，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起源去先作战，也是不错的。这里呢是只带了1张的猪背和1张的板木，这一套还是非常的强势的。运气不太好又喜欢暴鲤龙的朋友们呢，可以试一下哈。接下来的是帕路奇亚、起源帕路和马纳菲。小霞、猪背、叶子都是各带2张，1张的次日和1张的纳兹啊。现在水系的牌组基本上就是马纳菲帮他们2位充能，他们来打这爆发收割。小霞可以帮他们补能量，猪背是帮他们回血的。所以目前来讲呢，水系还是非常的强啊。所以现在环境呢有非常多的水系崛起哦。再来的是艾露雷朵。
飞腿狼和马纳菲。那这套牌组呢，也是我们曾经的冠军牌组。这里呢是带了一张的火星，那火星呢是非常的好用哦，在关键时候呢可以限制对方的手牌，或是扰乱对方的手牌。那这张牌用处会非常的大。所以当然2个头盔呢是直接打输出的，毕竟艾露雷朵呢它有可能的伤害会不足啦。如果说对方他的能量用的比较少的，比如说他只有1颗能量，那你这个才打90点伤害可能是不够的哦。但是现在环境主流的大家的能量都是非常多啦，所以呢艾露雷朵呢是非常强的，就看他能不能进化出来哦。再来的是达克莱伊、阿尔宙斯、四面龙，还带了一张的谢米。那这个牌组呢，相信大家应该是比较陌生啦。那本周呢，它的数据呢也是非常的漂亮哦，胜率也是非常高，也是在我们的 T1 的位置。它这里阿尔的关键在后期呢，可以补一个130的高爆发伤害啦。前中期基本上是四面龙在前面去扛伤害，达克莱伊呢可以触发被动，降低对方的血线。达克只要有3颗能量，再加上他的被动呢，是可以打出100的伤害的，蛮适合拿来收尾的。那如果说对方的血线是比较高的，或者说你的能量比较多的，你也可以养只阿尔宙斯呢去打出这个130，这样子呢你的斩杀线就会更高哈。那如果是130的伤害呢，再加上达克的被动呢，就是150的，这个伤害呢也是非常的可观啊。这里呢是有多带了一张的青绿啦，因为毕竟现在大家的伤害都比较高嘛。那这个青绿呢，基本上呢是防止对面把我们的达克或阿尔给秒掉哈。对方的梦幻复制了阿尔宙斯，他再加一个板木，他就可以打140。那这时候如果我们是刚好有青绿的，这样他就秒不掉我们的阿尔宙斯哈。可以用青绿呢，让我们的四面龙呢多活一个回合，这样子呢可以带反伤对方多20，这个打法呢也是蛮不错的。再来的 T1 最后一套，也就是我们本周的最后一套牌组马纽拉达克莱伊。马纽拉达克莱伊呢，基本上就是打一个速攻牌组。这里呢可以建议大家起手，我们可以把能量呢填给前面的纽拉，看他能不能正面打出个伤害。就算打不出伤害呢也没关系哦。我们第2个回合呢，再把能量填给达克莱伊，这样子触发这个20点的被动，我们再进化成马纽拉，就可以再打出这个70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在第2个回合开始，就可以直接打出这个90点的高额伤害哦。那这套牌组呢，也算是速攻牌组里面非常好玩的一套。强度呢也是非常高，也就是我们这一周的最后一套牌组哦。因为呢，本周的数据显示呢，本周是没有 T2 和 T3 牌组的，因为游玩的人数都不够多啦。那这里的就是证明说大家都在玩强势牌组哦。本周的强势排行榜呢就到这里了。我们可以一起期待一下下一周新牌组加入后的强度排行榜吧。有什么问题的朋友们呢，也是可以下方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咯，大家拜拜。快看6个影片不厌，快看6个直播，后来1颗订阅。